在找寻爱情的路上，你是否经历过这些？相亲碰到普信男，谈得来的又总是花心大萝卜，好不容易遇到挺合适的，结果人家竟是有妇之夫，让你差点成了小三。今天要分享一部改编自尾崎一良同名漫画的日剧《深夜的奇葩恋爱图鉴》。这部剧从女性视角出发，述说3个女生在恋爱中碰到的怪异男士和意外的怪招，可谓是现代渣男百科全书，全程爆笑连连，演员的表情管理绝了。当3美女夜深聊天时，他们的渣男吐槽大赛也随之拉开帷幕。首先开嗓的是小圆，她没有恋爱经验，在替公司做接待工作。那天，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给小圆递了张名片，我们就叫他诚实男吧。在他的积极追求下，小圆渐渐喜欢上了他，并决定开始交往。小圆以为找到了理想中的好男人，就把自己从未恋爱的秘密告诉了他。诚实男坚持诚实的原则，决定也告诉小圆一个重磅秘密，他其实已经结婚了。诚实男说即使结婚也不会放弃小三小圆，还轻轻亲吻了小圆的手。小圆震惊于这样的无耻，立马变成不良少女质问诚实男。诚实男被小圆突然的猛烈攻击和犀利的话语吓坏了，急忙逃离现场。接着吐槽的是千代，他从小就痴迷于少女漫画，梦想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就在今天，他刚买蛋糕，不料高跟鞋一卡石缝，差点摔倒。就在这紧要关头，帅气的八代像童话救公主，稳住了快跌的千代，触发了千代的一见钟情。后俩人一起喝了几次酒，渐渐浪漫地交往起来。千代觉得八代是他的王子，这恋爱就像少女漫画里演的那样，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苛刻。洗完澡的千代想和八代深入聊聊，却见到男友像佣人般熟练铺床，难免觉得心塞。紧接着，八代的种种行为彻底打碎了千代的王子梦，失望透顶的千代便回了家。第二天，千代为了避免再见到王子便铺床工，特地预定了一家酒店，打算和八代进一步增进感情。正当两人准备湿地泡双人浴时，千代在浴水中发现了漂浮的毛发，顿时想象出王子变成了油腻男。这次彻底被恶心到的他再次逃跑。接下来登场的是动不动就炸毛的佐和子，他这次抱怨的对象是前男友。如果出轨是种病，那佐和子的前男友简直病入膏肓。他是个乐队歌手，没啥收入，还在家吃软饭，更甚者出轨了12次。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劈腿是男人的天性。不过佐和子也不好惹，他在听他弹奏时不小心打瞌睡，借用他的话狠狠反击说，睡觉也是人的本能，你放的那破音乐我真受不了。吐槽完毕后，小圆又提到了他碰到的第2个渣男，这是由朋友安排的相亲。那男的名叫铃木，戴副点眼镜。一开始铃木挺紧张，看不直接看小圆，也不直接跟小圆交流，直到小圆说他没谈过恋爱，铃木一下子自信满满，摆出了一副高人一等的态度，吹嘘自己最看重个人兴趣，如果对方不在意，他们可以试着交往。小圆当场就拒绝了他。听了小圆这段荒诞的相亲故事，佐和子突然说她找到了新男友，他的名字叫阿亮，刚结束单身生活，顺其自然地向佐和子表白，同时提出无论他是否接受，都可以尝试交往3个月。这话一出，闺蜜们觉得情况有点不妙，想知道他是不是只因为节日才急着找女友。佐和子掏出手机翻开日历，果不其然有猫腻，原来是阿亮快过生日了。尽管意识到男友和自己在一起只是为了不孤单过节，佐和子毫无犹豫地扎了进去。很快阿亮便搬进了他的家，两人开始同居。佐和子变得精疲力尽，她不仅要上班，晚上回家还得像个保姆，照料阿亮的日常生活，她还得负担2人的所有生活费。这全因阿亮是个无用之人，自私又挑3拣4。千代谈恋爱也不容易，他一直想跟八代深入交往，但总是以失败告终。八代对千代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感到困惑，他很想弄清楚原因。千代实在说不出口，他是因为八代毛发太茂盛而逃跑，只好撒谎说他想要的伴侣是完美如王子的人。正当此时，千代又发现了男友的鼻毛，顿时想象出毛发如瀑布般狂泻的场景，又一次大声叫喊着跑掉了。另一个地方，铃木跟小圆相亲虽然被拒绝，但他没有因此退缩。之后的日子里，铃木不断约小圆吃饭，到处宣称小圆是他女朋友，弄得众所周知。小圆从同事那听说后，特意提醒铃木别再散布谣言。铃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编造了2人亲密接触的场景，还到处传播。此时忍无可忍的小圆决定以牙还牙。下班后，小圆来到一家餐厅，遇到了最近风光的铃木。他戴上隐形眼镜，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继续向朋友们夸耀和小圆的恋爱生活。为揭露铃木的真相，小圆毅然冲入餐厅，以女生那高分贝声宣布与铃木分手。
理由是铃木的技术不行，希望他能勤加练习，最好找专业教练帮忙。说完后，小圆酷酷地走出了餐厅，留下铃木一个人面对朋友的嘲笑。镜头一转，千代仍在和八代交往。盼着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约会当天，千代建议看电影，近视的八代戴着眼镜开心同意。想到戴眼镜的男友更帅，千代心花怒放，哪知又被八代眼镜上的毛发搅局。千代接受不了从霸道总裁变成毛茸茸眼镜怪，又逃跑了。佐和子的恋爱也不怎么样，阿亮下班后就躺沙发上，边抱怨工作辛苦，边叫佐和子给他倒啤酒。他下班比佐和子还早，却不会想着帮忙做家务。这一天，佐和子下班看见桌上散乱的餐具，就问阿亮为啥早饭后没把餐具放水槽里。阿亮嘴上说对不起，其实只在乎晚饭吃啥。佐和子累得半死，还做了晚饭，阿亮却一点都不敢接，对佐和子辛辛苦苦做的饭菜挑剔非常。更离谱的是，明知佐和子工作忙到不行，他还叫他去熨衣服。佐和子因为太忙，让阿亮找时间把衣服送洗店熨烫。没想到阿亮竟然埋怨佐和子不够温柔体贴，说他是魔鬼女友，不理解他有多累。听这话，佐和子压抑的怒气顿时爆发，开始猛烈指责阿亮：你每天都能睡足8小时，白天工作完一回家就躺平，除了上班基本啥也不干，怎么还会觉得累呢？你这么累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为了呼吸？这会儿阿亮完全被佐和子一顿猛烈的话语轰炸，惊得目瞪口呆。转个镜头，这夜的抱怨节目终于结束。那3个总碰见奇怪男人的姐妹们完全不在意这些，毫不在意，笑语盈盈地嬉闹起来。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的爱情之路似乎充满坎坷。首先出场的是小圆，这次他偶遇高中同学田中。在高中时，他是年级里的尖子生，成绩差的小圆曾向他告白，却被他冷酷地拒绝。告白失败之后，田中竟然背后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嘲笑小圆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因为这件事，小圆一直耿耿于怀。这一天，他们俩找了个喝茶聊天的地方，田中感觉自己挺不错，不经意间展示了他的名校背景，并用一些英语词汇炫耀自己从事金融行业。他没料到，原来成绩差的小圆不但听得懂他的英语，还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他只是个普通银行员工。最后，小圆还讽刺田中说自己的英语是高级 F 级别的，他才刚到。在现在的小圆眼里，像田中这样既无特长，还自夸曾经的辉煌，实在太糟糕了。另一边，千代正在和八代度过第一个假期约会，他精心装扮，想到会见到不一样的他，就无比兴奋。接下来，千代简直震惊了，她无法接受男友把衬衫塞裤子的样子，这跟她梦中的王子完全不一样。虽然八代穿得不太合她心意，但他的温柔仍旧让千代心动。千代坚信今天他们会有所进展。就在八代要吻她的时候，千代被八代 T 恤上的小猫迷住了。她突然想起动漫中的猫广志，这一刻，设想深入交往又失败了。与此同时，佐和子和阿亮的同居生活还是没有因为佐和子之前的失控有什么大变化。阿亮依旧如故，对佐和子做的饭总是挑剔。在阿亮看来，只有他妈的味增汤是最棒的。佐和子对阿亮拿他和阿妈比较，感到特别不爽。晚饭后，佐和子开始网购，刚洗完澡的阿亮看见后，唧唧歪歪让他买薯片。看出阿亮不准备付款，佐和子虽不高兴，但还是没说什么。第二天晚上，佐和子如常准备晚餐，阿亮突然打来电话，我得带2个同事回家，让佐和子顺道也给他们准备晚饭。佐和子对阿亮带人回家吃饭挺不高兴的，但他还是勤恳地做好了晚餐。很快，阿亮带同事来了，得知从同事那边，阿亮常吐槽佐和子做的饭不好吃，这次邀请同事来家里就是想听听他们真实的看法。对此，阿亮找借口说这是为了佐和子好。餐桌上，同事们对佐和子做的菜赞口不绝。阿亮吃惊，叫同事快尝尝佐和子的味增汤。同事试了还说味道很好。阿亮还不信，他觉得佐和子的汤没他妈浓缩高汤好，所以觉得不够味。佐和子这才懂了，原来阿亮妈妈的味增汤之所以好喝，是因为加了浓缩高汤。佐和子对阿亮开始吐槽，希望他不用自己的看法硬塞给别人，觉得和妈妈做的不一样就是不好吃。听了这些，阿亮觉得自尊心被伤了，他想在同事前展示男主外的形象，因此提高了声音，叫佐和子滚出去。遗憾的是他忘了，这家的真正主人是佐和子。佐和子终于爆发，他把阿亮连同他的东西统统扔出门外，还让阿亮回到他妈那里，变回一个只会依赖妈妈的妈宝。原本以为他们会就此分手，谁知第二天，阿亮竟然带着2位同事向佐和子下跪求原谅。
佐和子觉得男友的下跪并不代表真悔改，直接进了公寓。阿亮又觉得面子掉了，带着泪离开。另一边，八代努力变身王子，这让千代看他顺眼多了。这时，一辆摩托车飞驰而过，溅起水花。八代义无反顾地挡在千代前，让千代再次感动地立定目标，今天要绝对达成和八代的约会目标。没想到这次是八代爽约了，他一吻千代的额头便匆匆离开。亲完之后，千代顿时迷惑，八代作为现代人居然还玩亲额头这套。正当两个姐妹取笑千代挑剔的时候，佐和子发现她感冒了。趁着讨论感冒的机会，她提到之前阿亮感冒时自己照顾他却被传染。阿亮知道后突然改变态度，告诉佐和子不必担心，好好休息。佐和子惊讶阿亮竟有温柔的一面，但感动没维持3秒，就见阿亮还是那个自私的他，因为怕被染病逃回老家了。佐和子晚上感冒加重，冰箱空空如也，他便发短信请阿亮带点吃的来。不一会儿，阿亮带着一袋食物回来了，却是他爱吃的炸鸡。佐和子说生病不能吃油腻的，最好是布丁和粥。阿亮立刻有些不耐烦，他觉得佐和子在使小性子，如果想吃什么就应该提前说一下。听完这话，佐和子病着身体大声反驳，因为你生病想吃粥和布丁，我以为我生病时你也会懂得买粥和布丁。然后佐和子讽刺阿亮业绩不好是因为他设身处地做得不好。亮没想到生病的佐和子竟然还这么有斗志，简直惊掉了下巴。酒吧里面，八代提到最近开始学骑马，还给千代看了几张骑马的照片。千代见照片笑了，他觉得八代骑马的样子很像电视里的淘气将军，一点也不似王子。八代听了很失望。随后，八代和朋友在烧烤店聊天，抱怨当王子真累。朋友安慰他，化失落为食量。场景切换，小圆去参加大学社团同学的婚礼，在婚礼上，新娘马美对小圆使个小手段，她希望小圆别再约新郎佐藤喝酒。小圆幽默地说让佐藤以后以家为重。接着，马美特地叫所有单身大龄女性上台抢捧花，这让小圆和其他人都感觉被侮辱了，因为太积极争抢捧花，容易被误解为急着要嫁。果然如此，大家纷纷躲开飞来的捧花。在这尴尬时刻，小圆好心捡起了地上的捧花，却被不知情的马美讽刺连男友都没有还抢捧花，真是有点过于渴望了。这时候佐藤出面帮小圆解围，认为小圆要是那样的人早就不是单身了。马美知道了这个秘密后，随意地说她不想刻意伤人，这对新婚夫妇不顾别人感受的做法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小圆更是气得快要爆炸。婚礼结束后，小圆因为佐藤公开了他的隐私，决定划清界限。几天后，佐藤去找小圆，原来他的上司永野看中了没谈过恋爱的小圆，想通过佐藤来牵线。佐藤为了能升职加薪，让小圆去讨上司的欢心。这时，满是自信的中年永野正在不远处向小圆抛媚眼。小圆对这些油滑举动大为震惊，他实在忍无可忍，拉着佐藤到一旁，瞬间变身女汉子，用力气把所有委屈一并解决。3个女生的吐槽大会又开始了。首先开火的还是小圆，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聚会时，圆滚滚的加藤得知女孩们点了主食，笑言他们分不清男生口中的丰满是指曲线美而非发福。他话音刚落，火气大的小圆忍不住了，直问体型臃肿的加藤哪来的自信，竟敢忽视自己的胖，还对女生身材指手画脚。这话让加藤一时语塞。接着，小圆用她惊人的吃货本领证明了女生一旦对美食着迷，身材的事情等吃饱后再考虑。这时候小圆的勇敢举动赢得了现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提到吃的，佐和子回想起他和阿亮上次吃拉面的情景，因为他一口气吃光了自己那份，没留给阿亮，也没跟阿亮选不一样的味道，让阿亮错过了尝他那碗拉面的机会，感到很失望。阿亮开始奇怪地讽刺佐和子不懂事。佐和子觉得阿亮无法沟通，一直都是各付各的，他凭什么这样挑剔，气得佐和子一气之下折断了筷子。阿亮只好在旁边吓得直哆嗦。同时，千代想起了大学时的男友，他长得很帅，但对自己的手指过于自信，真是让人受不了。不论是喝彩还是按摩，他都爱用那双看似强壮的金手指。可他不知道，他觉得强壮的手指在千代看来却是软弱无力。正因为这种不愉快，千代对男生的缺点越来越敏感，始终梦想着只有和完美的王子纠缠才能得到幸福。场景切换，小圆在工作地点认识了一位痴迷电车的古怪男子阿世，两人约着喝茶聊天。起初，小圆吃惊地发现阿世对各车站的特点和景色都很熟悉，觉得他应该是个细心又温柔的观察者，感觉继续了解也挺好。但1周下来才明白，
阿世只会聊电车站点。不止这样，他还逼小圆用站名和他说话，比如把电车站名用来代替时钟上的整点。小圆有点困惑，最后只好放弃和阿世的交往。佐和子也挺郁闷，因为工作太忙，没空做饭，向阿亮说了声对不起。阿亮想改善自己在佐和子心目中的形象，建议这段时间让他来做饭。佐和子感到很安慰，一边仍忙碌的工作，阿亮在厨房里准备大显身手，但结果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回事。在处理食材时，他一直向佐和子求援，不是找不到陶锅，就是不清楚该加多少米，甚至还想让佐和子去买生粉。这些琐事，佐和子都一一忍耐。他以为帮阿亮解决了这么多问题后，能专心工作了，没想到阿亮居然把厨房烧了。然后阿亮想把铁锅用洗洁精清洗，被佐和子阻止。阿亮总觉得事情不顺他意，大发脾气。佐和子忍耐到极限，彻底爆发，对阿亮的不满全都说出来。虽然他很感激阿亮做饭的好意，但阻碍工作的行为实在让人难堪，太气人了。佐和子的样子吓坏了阿亮，他吓得摇头不已。另一边，小圆的桃花运最近挺旺。有次晚上公司聚会完想回家，被同事中田截住，他非要送她。小圆知道她已婚，就谎称自己有男朋友了。没料到中田不但没放弃，还在回去的路上向小圆强行壁咚，暗示想要占有小圆。面对无耻的中田，小圆露出了她不良少女的本色，用拳头壁咚了中田，把他吓哭了。过了一会儿，总务部的大野城请小圆吃饭，他是个假装 AA 制的吝啬鬼。他仔细算完两人的餐费后，竟把自己多付的1元称作阔绰的请客。接着两人准备看电影，小圆发现今天电影院对女性有优惠，他原本以为只需支付打折后的票价，却没想到大野城还是坚持各付各的。结果小圆不得不也分摊了原本大野城应付的部分，这让小圆看清大野城外表慷慨实则小气的真面目。他退了电影票，愤然离去。大野城一脸困惑，八代为了约会特地借了辆豪车，让千代享受公主待遇。八代觉得自己做得很棒，却不知千代并不喜欢这种仆人式的王子，他更倾向于那种平时冷漠偶尔撒娇的王子。佐和子觉得这更像是傲娇男，不算王子。提起傲娇，千代不知不觉想起了公司的同事本山。在他看来，本山似乎很不喜欢他，总是板着一张脸在办公室里嘲讽他的方言口音，是在装可爱。这一天午休时，千代在整理杂物时，本山突然出现，用一种霸道总裁的语气说：“你说方言挺可爱的，但希望你别在别的男人面前轻易露这种可爱。”本山突然改变态度，让千代一头雾水。最近佐和子和阿亮正冷战中，因为佐和子想让阿亮帮忙清理房间，大亮毫无反应。第二天佐和子下班回家，发现阿亮和2个同事把家弄得又脏又乱，还听到阿亮说清理家务应该是房主的事，气得不行。这时候阿亮注意到佐和子回来了，尖叫求他原谅。佐和子冷静扫地，说房里最大的垃圾是男友阿亮。阿亮察觉不妙，赶忙跪下，泪流满面认错，但为时已晚。佐和子气冲冲把阿亮及他同事扫地出门。听到这儿，小圆和千代都觉得难以理解，为何佐和子老是原谅阿亮。佐和子说明阿亮像可爱淘气的小狗，看来佐和子把男友当成宠物了。次日深夜，吐槽还在继续，这回轮到千代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千代和八代甜蜜的互诉衷肠。突然同事本山出现，把千代带走，只留八代愣在那里。后来本山才知道千代有男朋友了，竟然丢下千代直接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让千代摸不着头脑，八代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只是个闹剧。在酒馆里向朋友们倾诉了这事，朋友们想不到八代刚塑造的形象就崩了，又冒出一个情敌，事情变得更棘手了。随后小圆开始吐槽他参加的初中聚会遇到了大变样的肥厚。聊到身材这事儿，肥厚竟拿着明星的尺度衡量自己，对场上的女生身材挑3拣4。小圆忍不住怒火，开始回击。他把肥厚和标准9头身的素水重到比较起来，质疑肥厚怎能在身材比例不及人家的情况下，还理直气壮地评价别人的体型。肥厚哑口无言，只好尴尬地退场。阿亮在佐和子的公寓下想要求复合，他说自己租了个双人公寓，希望能以婚姻为目的同居，想用这种方式赢回佐和子的心。佐和子理智清醒，直接质问阿亮，为何认为提结婚就能挽回我。话毕，佐和子转身离开，阿亮又在公寓外等了他。没多久，佐和子最终还是原谅了阿亮，两人搬进了适合两人的大公寓。搬家第一天，阿亮要求佐和子让他有面子，把分担的生活费存进他名下的账户。佐和子没反对，尽管阿亮承诺会分摊费用，但佐和子既掏钱又操劳，
所以想用供钱买个扫地机器人。阿亮却不高兴了，他觉得扫地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减轻佐和子的压力，应该由他自己支付。除此之外，阿亮还说自己的老家离这间房子较近，不常过来这里住，因此房租应由常住的佐和子付。佐和子觉得既然阿亮不付房租了，就该把租约改成他的名字。阿亮因为觉得丢脸，所以直接拒绝了，这让佐和子非常生气。他对阿亮说，想让我瞧得起你，就得让我看看你有何本事。阿亮哑口无言，不敢吭一声。这一刻，佐和子在吐槽大会上愤怒的样子和她日常生气的模样重叠，闺蜜们一边惊叹她的霸气，一边重新发出灵魂拷问，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佐和子默默无语，只是苦笑着猛喝手里的啤酒。小袁第一个抢到吐槽机会，开始讲他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当有同事问小袁，当被问及公司是否有他中意的类型时，小袁未免同事胡乱撮合，引起误解，只好说他很欣赏已婚游子的叶幕，说话无心，听者有意。同事夸大其词地告诉了叶幕这件事，叶幕错以为小袁对他有意思，便开始找理由接近他。这天下班后，还叫小袁一起去吃晚饭。晚餐时候，叶幕为了迎合单身女士喜爱负责任爸爸的心理，不断抱怨养孩子的辛苦，还埋怨他和妻子间失去了激情，想要借此赢得小袁的同情。但小袁注意到，实际上是叶幕的妻子一直在照顾孩子，他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在面对这样一个虚伪的男人，小袁直接揭露他在家里其实无所作为，还厚颜无耻地享受着好丈夫、好爸爸的名声。面对这些指责，叶幕哑口无言。小袁的战斗力强到让人吃惊。接着，千代开始抱怨他的烦恼了，因为和本山一起加班，千代没能接到八代的电话，直到他们一起离开办公室，才看到八代一直在楼下等。八代要显示自己的存在，拉着千代就开始跑，结果跑不了几步，因踩到香蕉皮摔倒了。就在他打算闪人避尴尬时，裤子突然破了个大洞，让他丢脸，又跑远了。他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好久，感觉自己永远满足不了王子的期望，也对一直支持他的千代感到抱歉。他打了个电话给千代道歉，然后匆忙挂断了。自那以后，两人就断了很长时间的联系。佐和子也一样，阿亮和同事闲聊，说起跟佐和子因生活费闹矛盾的事。同事凭借已婚见闻劝阿亮，挣得多的应多出些生活费，还善意提醒说，既然决定同居就不该斤斤计较。这让阿亮有所感悟，决定跟佐和子好好聊聊。为了正面解决生活费问题，阿亮要求查看佐和子工资详情。当发现佐和子的工资比自己高以后，他心里有些不平衡，拿别的同事做例子，对佐和子说，赚得多就该多出份生活费。佐和子觉得自己多付生活费，阿亮就得多分担家务。阿亮不认同，批评佐和子太斤斤计较。不料佐和子不接受这一套，他马上反驳说，只有真正付出的人才有资格讲不计较得失，你这种不肯付出的态度没资格这么说。阿亮被吓得说不出话来。阿亮把这事跟同事们说了，同事们虽然认为佐和子的要求合情合理，但还是不由得抱怨自己辛苦做事却被老婆忽略。因此同事们给阿亮出主意，要让佐和子知道也在做家务。一回到家，阿亮兴奋地对佐和子说自己也帮着处理了垃圾。在佐和子看来，这不叫做家务，阿亮仅仅是上班路上顺便扔了垃圾，所有繁重的分类工作都是佐和子在做。阿亮从2个女同事聊天中知道，只要男友床技好，一切缺点都能原谅。阿亮想跟佐和子用亲热来化解这几日的矛盾时，佐和子一个手肘后打退了阿亮，他一个人原地大声的嚷嚷。阿亮其实很想娶佐和子，可他发现佐和子并不想结婚，所以他特意找来高中好友阿石和美香，还有他们的儿子龙马，希望佐和子跟龙马相处后能喜欢上孩子，进而想到结婚。结果龙马的活泼反而让佐和子的耐心被透支了。阿亮和朋友们却没注意到，任由龙马这小鬼胡作非为。这时龙马不小心打翻了杯子，看见他想捡碎片，佐和子急忙制止。龙马一哭，美香立刻把火气撒给佐和子，埋怨他一个大人居然对孩子发火。两人聚会后回了家，阿亮专门解释2位朋友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佐和子和孩子亲近。想婚的念头对佐和子来说只能事与愿违，他完全想不到婚姻和生子的幸福，反倒是更清楚了阿亮的无能为力。阿亮第2天仍旧不死心，带着阿石和美香来劝佐和子。在他们的连番追问下，佐和子直言阿亮的无用，让他看不见婚姻的美好，反倒让自己很不安。佐和子本以为2人能理解，结果他们却觉得他任性，还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渣女。面对阿石和美香的夹击，佐和子发现阿亮靠不上，只好自己辩解。他首先指责2人对他的偏见，然后批评他们作为父母的不称职。佐和子愤然质问，
使阿石和美香越来越觉得佐和子无理取闹。两个笨蛋队员到头来不仅没让佐和子改变不婚的想法，还挑拨阿亮和佐和子分手。此刻，佐和子总算不必忍受那些无厘头的男友行为，潇洒地说自己今天就搬走，离开他们的小窝。佐和子感到轻松自在，不由得跳了起来。阿亮这边自信地认为没几天，佐和子乖乖求和好，高兴地和朋友们一起吃蛋糕。千代联系不上八代，就去了八代家找他，但是白跑一趟。在回家的路上，千代被路过的车溅了一身水，不由得回想起和八代的种种。千代突然明白自己已深陷，八代不能自拔。之后他去了八代的公司，得知八代将被派往迪拜工作。他正赶往机场的路上，听到这消息，千代立刻转身向机场巴士冲去。可惜他没赶上机场的最后一班大巴。正当千代因错过八代而哭泣时，八代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原来八代忘带了护照，不得不改签到明天的飞机。这让千代意识到即将失去爱人的感受。他一直梦寐以求的王子就在身边。从那刻起，他彻底接受了八代，俩人紧紧拥抱。那晚，关系更深了一层。现实很残忍，经过一夜风雨，先醒的千代看着八代熟睡的面容，还是选择了逃离。显然内心里，千代始终无法忍受八代的邋遢。几天后，小圆体验了人生第一场相亲。对以40岁的连树来说，结婚仅是为了找个妻子，帮他做饭、传宗接代，并帮他照顾忙于工作的父母。午饭后，两人外出散步。连树对小圆颇感满意，希望小圆能慎重考虑嫁给他的事。小圆明白连树求婚的真意，感觉他不要脸，急急心表面虽然没爆发，心里却幻想着严成这个骗婚的。阿亮这边正自由自在地享受幸福生活，小强的突然出现让他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以前家里一出现小强，一直是佐和子在处理，这回佐和子不在了，阿亮只好选择离开这家。到了这会儿，他才真正感受到佐和子的重要。这时候，阿亮不顾一切，满身伤痕冲向佐和子的公司求和好。这时候，佐和子正在公司举行庆功宴，他喝了许多酒，看起来有点浮夸。阿亮觉得这是个天赋良机，趁势求复合应该能成功。起初，面对阿亮的痴情，佐和子还挺感动，但当知道阿亮只是想让他回去打小强，他立马心智全无，坚决表示绝不回头。阿亮很震惊，开始使出感情攻势，问佐和子是否真忍心看他在出租房孤独终老。佐和子毫不留情地说：“咱们葬礼上见。”说完，他转身回到庆功会，只留阿亮一个人在那儿抱头哭泣。至此，佐和子的情感纠葛终于落幕。另一边，小圆还在被相亲对象连树纠缠，他因拿不到小圆是否想嫁的答复，专程来找小圆。小圆回答说，目前他只想专心工作，暂时没有结婚的计划。连树没听懂小圆委婉的拒绝了，还自认为是为了他好，劝他辞职专做家务。然后自大的连树误会了，以为小圆拒绝是因为缺乏恋爱经验，根本不敢想嫁给他，笑着说能接受小圆的一切。话一说完，小圆吓了一大跳，想到自己的初次会被这样的人拿走，觉得特别恶心。他没让连树继续说，慢慢说出，要是嫁给我，每月得给爸妈10万日元养老金，婚宴必须请我高中最亲密的朋友。然后他向不远处的朋友招手，一群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小弟把连树围住了。连树吓得不轻，从此之后就没再联系过小圆。其实这些小弟跟小圆一样，都已洗心革面，他们这样传只是为了模仿热血高校。吐槽大会一结束，三个人虽然不懂为啥世界上男人那么多，他们总碰到怪人，但这并未打消他们想恋爱的决心。全剧结束。